他是大秦始皇帝，曾以为自己是秩序，是天命，是永恒的开端，但此刻永恒正在他的体内腐烂。沙丘行宫之中，死亡的气息比窗外的暑气更加粘稠沉重。帝国的创造者正无力躺在病榻上，生命像一捧抓不住的沙，从指缝间加速流逝。他的权力能号令百万雄师，却命令不了自己日渐衰竭的心跳。丞相李斯、宦官赵高，这些最倚重的权臣，此刻的脸在昏暗的烛火下，像一具具模糊的皮影，各自盘算他死后的好处。就在秦始皇的意识即将沉入无边黑暗之际，一阵急促的骚动从殿外传来。赵高连滚带爬爬地进来，脸上混杂着狂喜与惊慌。陛下，陛下，徐福回来了。徐福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皇帝混沌的意识。那个被他派遣出海寻找蓬莱仙药的方士，殿门大开，一个身着方士袍，面容被海风雕刻，如同枯木的男人，风尘仆仆跪倒在地。他高高举起精致的玉匣，声音因激动而颤抖：臣徐福，幸不辱命，为陛下求回了蓬莱长生之药。满朝文武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压抑的惊呼。李斯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疑虑，而赵高则死死盯着玉匣，眼神贪婪。徐福打开玉匣，里面并非什么丹药，而是一颗晶莹剔透、宛如心脏般搏动的红舍利。更令人称奇的是，徐福的身后跟着一只通体漆黑的猫，步态优雅而神秘，仿佛不是走在冰冷地板，而是踏在无形的云雾之上。此猫乃蓬莱仙岛的护山神兽。徐福解释说，猫见证了仙药的炼成，臣将它一并带回，以证仙源不虚。秦始皇的呼吸兴奋起来。是了，这就是他的天命，注定要成为永恒。在徐福的搀扶下，始皇用尽最后的力气，将那颗温热的仙丹吞了下去。一股奇异的暖流瞬间涌遍全身，皇帝混沌的视野竟奇迹般清晰了片刻。然而他看到的不是重获新生的喜悦，而是一幕让他遍体生寒的景象。那只被称为仙猫的黑猫，不知何时悄然来到他的病榻前。仙猫眼瞳是燃烧的金色，里面并没有仙气，只有亘古的洞悉一切的平静。猫伸出前爪，在始皇面前的地上用爪尖画出了一道长长蜿蜒的线条，那线条像一条微缩的无尽城墙。然后一个声音不在宫殿的任何角落，只在始皇帝的脑海深处清晰响起：你筑起了万里长城，抵御北方蛮族，但你为自己的心筑起墙了吗？皇帝的脑中瞬间雷霆万钧，他心中的长城是用来抵御背叛，抵御非议，抵御死亡。他以为在建造永恒的帝国，原来只是在为自己建造一座最宏伟无法逃离的监狱。一股巨大的愤怒与不甘从他衰竭的身体深处爆炸出来。他没有错，他是始皇帝。他用尽全身力气，猛然睁开眼睛，想用帝王的威压让那妖猫在恐惧中化为灰烬。但在他最后清晰的一瞥中，看到的是李斯那张深不可测的脸，赵高那双闪烁着贪婪与野心的眼，徐福嘴角那一抹如释重负、几乎无法察觉的暗笑。他们
都是他筑起的墙，都是他用来抵御混乱的工具，但此刻他们竟变成围困他、等待分食他的豺狼。秦始皇的愤怒瞬间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他输了，输给了时间，输给了死亡，输给了他自己筑起的高墙。他眼中的神采从愤怒变为惊骇，最终化为一片死寂的灰白。他想伸出手抓住些什么，但他的手指只在半空中无力虚抓，而后永远的垂落。在所有人看不见的维度里，黑猫站起身，用尾巴轻轻扫去了地上那道城墙的划痕。墙倒了。对秦始皇来说，一切都太晚了。始皇驾崩于沙丘，方士徐福与那只神秘的黑色仙猫也一同人间蒸发，再无踪迹。不久，帝国的边疆揭竿而起的抗暴烽火已被点燃，那座看似坚不可摧的长城终究没能挡住来自帝国内部的崩塌。然而，一件诡异的事情开始在咸阳宫中流传。深夜里，守夜的宫女和宦官时不时听到一阵隐约低沉的狂笑，从空无一人的始皇寝宫深处传来。那笑声充满了狂傲与一丝说不清的讥讽，正是秦始皇本人的声音，流言四起。徐福的等语趁机宣称，陛下并未驾崩，而是服下仙丹，尸解成仙，如今正在仙界俯瞰人间。赵高对此嗤之以鼻，他亲眼见证了皇帝的死，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徐福搞鬼，宫中必有他留下的机关或同党。他下令彻查，将咸阳宫翻了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那笑声依然如鬼魅，在每个寂静的夜晚随机响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笑声折磨得几近疯狂的赵高独自一人提着灯笼再次闯入那座尘封的寝宫。寝宫中央空空如也，只有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时，照亮了墙上始皇帝那副俯瞰天下的画像，眼神威严而冷酷。装神弄鬼！赵高色厉内荏低吼。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个黑色的影子。寝宫的横梁之上，本应随徐福一同消失的黑猫正悄无声息蹲坐，猫的金色眼瞳在黑暗中如两盏长明的孤灯，平静凝视下方的一切，凝视着疑神疑鬼的赵高，凝视着墙上皇帝的画像，也凝视着窗外那被反秦烽火映红的夜空。赵高瞬间毛骨悚然，那笑声究竟是真是假？始皇帝是真的死了，还是以另一种方式永生？他是否正在某个维度冷笑观看亲手建立的帝国和他最信任的臣子一同走向毁灭？黑猫只是轻轻甩了一下尾巴，从横梁的一端优雅走到另一端，仿佛在说，帝国兴衰，人事纷争，皆为无常，而他或许真的不在乎了。